美西方国家多年来强行打人权牌，借机搞乱他国，伺机策动颜色革命，造成无法愈合的政治、经济、文化创伤，成为世界公害。当地时间周二，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提出的一份促进人权领域的国际合作共赢的决议获得通过，表达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呼声。周三，国新办也发表2020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自诩人权祖师爷的和卫道士的美国，自身人权记录差到令人不齿。周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次会议通过由中国提交的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决议。决议呼吁各国坚持多边主义，在人权领域开展建设性对话与合作，加强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促进合作共赢，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决议还主张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有效应对新冠疫情，确保发展中国家能够获得负担得起的疫苗。这次疫情再次表明，各国必须加强协商与合作，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以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和平与发展，实现人人得享人权的目标。深圳卫视注意到，这是中国自2018年以来第3次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决议，并获得通过。纽约时报在2018年的报道就指出，这是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话语权渐增的表现，但一些西方国家却对中国提出决议感到惊讶。事实上，西方国家经常沆瀣一气打人权牌，造成打群架的效果，其本质就是企图强力干预他国内政，打击外国政府权威，进而搞颜色革命，将地区国家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周二，英国等国牵头又打着人权的幌子，提出攻击斯里兰卡政府的决议草案。中国代表投下反对票，并仗义直言，指出斯里兰卡政府致力于促进和保护人权，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推进民族和解，打击恐怖主义。攻击斯里兰卡政府的决议草案是将人权问题政治化的典型例子。面对西方国家狼狈为奸，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反对西方势力打人权牌。3月12号，64个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次会议上做共同发言，主张各方通过建设性对话与合作，促进与保护人权，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双重标准做法，要求停止任何借口人权问题遏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行径。发言还表达了对中国涉疆、涉港、涉藏等问题上的支持。此前，白俄罗斯等71国也在一份共同发言中对西方对中国打人权牌表达抗议，多个国家还单独发言支持中国政府。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过去以世界警察和人权祖师爷自居，四处开火打人权牌，但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2018年6月，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退出人权理事会，但今年2月8号，拜登又宣布美国重返这一组织。分析指出，美国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态度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显示在美国眼里，所谓人权就是一个政治工具，但给不少发展中国家造成了难以弥合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伤痛。国新办周三发表2020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约1.5万字的报告，6个方面揭露美国人权的现状。报告指出，美国人口不足世界总人口的5%，但新冠确诊患者超过全球总数的25%，病亡者占近20%，超过50万美国人死亡，美国政府应对此负责。近年来，美国政治和社会撕裂，民主失序，引发巨大危机，引发全球担忧。金钱扭曲真实民意，美国人对美国民主的信心降至20年来最低点。报告还提及，美国少数族裔遭受系统性种族歧视，处境艰难。虽然拜登政府刻意强调多元化，提拔一些少数族裔的人担任要职，但一些被委任的人指出，美国社会对他们的歧视仍然根深蒂固。非洲裔的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他在晋升时屡屡遭到质疑，还有多次，身为4星上将的他出差时，对方却往往以为同行的白人下属才是将军。美国首位非洲裔空军参谋长查尔斯·布朗在视频中指出，美军中的种族主义无处不在。I'm thinking about how my nomination provides some hope, but it also comes with a heavy burden. I can't fix centuries of racism in our country, nor can I fix decades of discrimination that may have impacted members of our Air Force.
华春莹强调，当前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新疆各族人民过上了安定祥和的幸福生活，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权利和尊严。相比之下，美国少数族裔的境遇才是一把辛酸泪。美国人民选出的这些议员和政客，难道不应该为他们的人民实实在在地做一些实事儿吗？请他们首先确保弗洛伊德们能够自由呼吸的权利，确保亚裔摆脱歧视、仇恨、犯罪的噩梦，不再生活在恐惧里，确保50多万美国人死于疫情的悲剧不再继续，让美国所有人都能够享有生命权、健康权。